好，今日我哋想講下一個叫做高需求彈性同埋收入或者叫收益嘅關係啦。咁首先呢，逢係講彈性呢，都係講緊兩樣嘢嘅關係，就係一個叫價格，一個叫需求量，簡稱 P 同 Q 啦。咁我哋係先做咗分析呢，然之後呢先至呢回答嘅文字啦，或者圖嘅表達啦。好啦，咩叫高彈性？即係話呢個數量或者需求量呢係好受價格影響嘅，即係話你只要減少少價，數量呢就可以升好多。咁根據定義呢，咁就叫做高彈性啦。好啦，咁相反嗰度我唔講啦，就話如果加少少價，數量跌好多嘅，咁都叫高彈性嘅，即係話呢數量嘅變化呢係大過價格嘅改變嘅。跟住第二 part 就係講呢價格數量改變點樣影響你嘅收入或者叫收益咯。咁首先價格減咗呢，其實我哋係有損失嘅，我哋用符號嚟表達啦。咁因為我哋每買一件所收到翻嚟嘅錢少咗啦嘛，但係另一方面，由於刺激咗銷量嘅增加呢，我哋話呢個收益呢係會多咗嘅。咁根據高彈性嘅定義呢，由於呢數量嘅增加係大過價格嘅改變，咁所以呢，我哋個結論就係話呢，得益係大過損失嘅。咁我哋個結論就係話呢，總收入係會增加咯。如果喺高彈性底下你減價，個得益呢係大過損失嘅。咁我哋習慣上呢係先做呢個簡單嘅分析，然之後呢先將呢啲符號呢變翻做文字。咁有個好處就係話呢，其實你已經做好個 planning 噶啦。咁寫嘅時候呢，啲箭嘴就冇咁大過細過啊，上升下跌啦，就冇咁容易寫錯咯。咁文字嘅部分其實只不過係對應翻啫嘛，將頭先我哋嘅分析寫翻出嚟。好啦，價格下跌即係呢個啦 ，P 下跌，但係要講清楚啦，彈性嘅定義係講百分率啦，所以呢個符號咧應該係指價格下跌嘅百分率少於數量增加嘅 Q 箭嘴嘅部分，即係話數量增加嘅百分率。咁我哋跟翻彈性嘅定義，呢啲 wording 咧係唔可以錯嘅。咁同埋考試入邊呢，呢句係最重要咯，第一句一定要答嘅。咁反而第二句呢，可寫可唔寫都唔會扣分嘅。咁價格跌其實係一個收入嘅減少咯。好啦，數量上升其實係一個收入嘅增加咯。咁呢，但係今次呢，收入增加多咗，多過收入嘅下跌。咁呢句可以唔寫嘅。好啦，第三句就係我哋上面嘅結論啦。咁高彈性嘅時候呢，應該要減價，令到收益增加。咁我哋俗語所講一句叫做薄利多銷咯。好啦，薄利多銷就係講緊呢個情況啦。如果係高彈性，咁我哋應該咧減低個價格去刺激嘅銷量增加，因為咧高彈性啦嘛，減少少，數量升多多，咁個得益咧可以補償翻咧價格下跌嘅損失嘅。咁文字嘅部分完成咗咧，我哋進入圖嘅分析啦。好啦，咁點樣喺圖表達高彈性呢？咁其實我教大家一個口訣啦，就係話呢，同一條需求線上邊，高彈性就畫高啲，低彈性就畫低啲。咁但係有啲學校會教呢，佢要將條需求線畫平啲嘅，咁其實都係冇衝突啦，因為你發覺呢，只要你條線畫平啲嘅話呢，你發覺大部分嗰個價格範圍咧都係喺上面嘅上半截嘅，睇唔睇到啊？咁下半截嗰啲已經喺後邊，咁你點樣畫都係喺高彈性嘅部分咯。咁同學可以選擇啦，用邊個方法？一係就畫高啲，一係就畫平啲，其實都表達到高彈性嘅。但係我都教大家係記左邊呢個圖咯，將中間斬開，畫上部分畫高啲，下部分畫低啲，低彈性。咁因為有時咧考試嘅題目咧，直情俾咗呢個圖你啊，你係冇得改噶，你係唔可以用右邊嘅方法去表達高彈性嘅需求嘅。好啦，然之後開始啦，就係原本嘅價格
原本嘅數量即係需求量啦，我哋買咁多啦，然之後我哋要減價啦嘛，減價去刺激銷量啦嘛。咁同學留意啦，就係話咧，由頭到尾都係高彈性嘅，你就唔好一開始喺高彈性，跟住一減到去低彈性，咁就會錯噶啦。呢個成個圖，咁我哋由頭到尾咧個價格範圍咧都喺高彈性嘅範圍去進行嘅。好啦，咁喺高彈性嘅範圍減咗價之後，數量增加，我哋會有兩個收入啦。好啦，減價前嘅收入 P0 乘 Q0 啦，減價之後嘅收入 P1 乘 Q1 啦。我哋比較到咧，其實收入嘅面積咧係有個改變嘅。好啦，我哋用唔同符號去表達啦。咁可能一個係用斜線去表達啦。咁另一個部分或者我哋用橫線去表達啦。咁總之你係要顯示到兩個唔同嘅面積嘅。咁但係就唔建議用顏色筆啦，因為考試係 scan 咗之後咧，全部變晒黑白，咁 marker 咧係睇唔到你係唔同面積嘅部分。好啦，咁叫同學畫埋箭嘴嘅好處咧，其實更加方便自己啊。箭嘴向下即係減價，所以上面嗰個面積咧應該係咧收入嘅減少。咁你再清楚啲咪喺隔籬 label 埋佢咯。好啦，而下邊箭嘴向出啦嘛，即係多咗啦嘛，所以下邊嗰個面積咧應該係收入嘅增加咯。咁又係啦，再穩陣啲，你喺隔籬咧 label 埋佢。咁最後你發覺個圖咧，其實係你同文字嘅分析係相吻合嘅。減咗價雖然有損失呢一個面積嘅部分，但係只不過係好少嘅啫，而帶嚟嘅收入嘅增加咧，個面積咧係更加多，所以圖亦都符合咗我哋嘅結論啦。減價如果係高彈性，即係圖上面嘅部分啦，減價咧係可以咧帶來總收入嘅增加，即係1+1減之後咧仍然咧係有增加嘅。